所以香龙刚刚介大使其实讲了一个，我觉得对美国来说还蛮鲜活的一个比喻啊，的情境啊，因为美国不是同一个民族所发展出来的民族国家，这跟一般的民族国家是不太一样的。一般的民族国家，同一个民族你要形塑民族主义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可在美国，因为没有同样的文化，也没有同样的种族，所以他们要去团结美国。在20世纪中旬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很强大的时候，他靠美国梦来团结美国。可是现在呢，他必须要用塑造海外的敌人才能够团结美国。所以中国大陆就是那个标靶，就是那是我海外的敌人。为了这个敌人，我们大家要团结。所以他的目的应该是在内政，而不是在海外。不是在国际，其实是在内政的情况。对于这个部分，你的看法是如何？而中美现在准备了各自多少筹码来面对彼此之间，就算他不是打真的，他也必须要有相当多针锋相对的做法。美国梦是一个越来越不靠谱的东西了。我就最早从我们自己周边的生活经验，譬如说我或者说文吉或者跃迁的世代，不管当外交官的去念书的，你在去美国之前，你大概就有一个很大一个梦想在那地方，就是我去了之后我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然后我的后半生如何，那个梦是清楚的。可是你现在看到的年轻人，或者现在到美国去的人，其实那个梦已经变得很模糊，他其实很难看自己3年5年之后的自己的未知。那因此美国这个社会，他们有时候会从自己的历史，因为美国历史非常短，所以他们就借助欧洲的历史，他们会想象的罗马帝国。可是罗马帝国是一个不断的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所兼并进来的其他的国家的人民跟领土，他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方式，他并没有真正的把那些领土的那些其他的民族内化为呢自己的国人一部分。所以当他崩溃的时候呢，就是许多国家的各自的独立。那美国不是，美国是个移民社会，移民社会这个经验在过去是没有的，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就是当你国家强，大家梦想清楚的时候，大家就是好像有一个各自追求的梦想，各安其位。可是当那个梦想模糊的时候呢，所有的压力都会在内部里面引爆，所以他要去清理内部，他要去把许多的移民给赶走，他要去减少呢内部的压力。美国未来4年是在一个抒压的状态。我认为他在一个抒压的状态。川普本身是一个规则破坏者，你简单讲就是他把所有你认为已经形成的国际秩序下面是一套的规则下面是一套的利益的分配系统，他要破坏这个规则。所以你会觉得川普好像很难预测，他其实只不过是把所有的规则都否定。他要建立自己的规则，可是我认为4年的时间是不够他建立规则，而且美国已经没有建立规则的能力了，所以美国未来，我觉得他的国际的行为会越来越难预测，同时风险也越来越高。好，当然你是指川普4年，还是指4年？更长的时间呢？川普的4年，甚至于在川普之后，我觉得因为川普的2.0会使得美国政治出现根本的改变，就是这以后不管是谁来当美国的领导人，大家对于美国的政治行为的一致性都不再产生信任。就是你想，经过了川普的1.0、2.0之后，中间还卡着一个拜登，所有他的盟友都在这4年里面，都在很剧烈的跟着做90度的转弯，一下子往东边走，一下子呢拜登往西边走，然后再往东边走。下一次大家就疲劳了，就是基本上面不管你美国选出谁，我都不跟。大家呢都要呢寻找呢自己的方向，自己的速度，不再跟着美国的方向跟速度走。我认为是未来美国对这世界呢最深刻的影响。美国的时代在经过呢这几年的折腾之后，我认为美国的时代领导这个时代的领导力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是我第2个重点。2024年是美国领导力重伤的一年。好，那说不定2025年会更严重。对，就是说美国领导力重伤的一年。再来，我们就看了，因为川普这个人，他的三原则大家知道嘛？第一个就是攻击再攻击。第2个呢是呢，我绝对不会认错，绝对不会认输。第3个就是说，如果你输了怎么办？输了你要宣称胜利。对。
OK， 这是就算他辩论输了，他还是会出来讲说，我告诉你，我这次辩论呢是我有史以来辩得最好的一场，他都还是会这样子告诉你。那他会是基本上面呢，他会是一个自我催眠，但是一个自我催眠的政治人物是有票房的。就基本上面他有他的票房，他有他的跟随者呢，这个没有问题。可是要领导这个国家，领导一个世界的强权，就会遭遇到困难。刚刚的文吉提到，就是他1月20号他要办一场盛大的造势大会，已经有就职典礼了，对，他还要召唤群众来共襄盛举，来巩固，让自己办得更风光。你就想，就是说，你要习近平为什么不来？我来了之后，我干嘛呢？我来之后看你办这场造势大会吗？看你呢找一堆的群众各地来，然后呢让美国更加伟大，然后我在这旁边呢当你的人形立牌吗？当然没有那样道理。就川普本身对一些的基本的行为规范的不可预测，我说让他的领导力，让他的可信度大幅的降低。任何人不管朋友敌人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都会戒慎恐惧。那个戒慎恐惧不是怕你，是因为你不可预测，你完全用你的商业的手法在处理国际政治的问题，它是不同的领域。好，那中美之间呢是大家高度关注的。虽然刚刚我们谈了一些的贸易问题，我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我说的就是美国呢是1兆逆差的大国，中国是1兆美元顺差的大国，在中美之间的贸易，其他的全部都是间接贸易，是整个呢全球大的生产链的过程，其他的所有的国家都在这个生产链的两端，一个超大的消费市场跟一个超大的一个生产机器。你想地球上面有1兆美元顺差的大国，1兆美元逆差的大国，可是你光看11月、12月的美国的西岸的码头是超级忙碌的码头，请问那些货物从哪里来的？直接间接都是从中国来的。我说其他不管中国的占比是多少，如果你把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对东南亚的出口，然后这些国家呢对美国的出口，你都算进去，那个差异性并不大。对，基本上面其他的国家都扮演了中美之间的转口贸易的角色，它就变成这很无聊的面子问题。本来直接贸易很方便，可是为了满足某些政治人物的口水跟面子，它就变成了间接贸易。它应该算加工转口了。对，就是许多的国家都在中间赚到了一些过路费，就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克兰赚的那天然气管线的过路费，人家付出的劳力劳动要比那个天然气就是简单的加工出口过路，然后呢把你的产地这证明呢产地履历加上去之后，洗白了之后洗产地过去，洗产地就成为川普1.0之后呢国际社会当中最新的 game。那这个 game 呢会继续，可是中美关系会怎么走？我还强调就是2025年，你从最近呢过年前后，美国社会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的暴力倾向，它反映了就是说，许多人在选举输了之后，他的论述跟他的信念崩溃了之后呢，在美国是一个有枪的世界。一个有枪的世界，当他的信念崩溃的时候，他最后就是诉诸暴力。美国2025年的暴力化呢，会非常的明显，尤其川普真正政策执行还没有开始。当今天的一个非法移民莫名其妙的在地铁上面泼你一桶汽油，把你点火烧死，这些呢可能没有办法拘留的这些非法移民，他已经没有梦了。那你认为这些人会怎么样？暴力倾向会越来越严重。可是中国，我在我的节目当中讲过，我说当两年之前呢，中国共产党在开20大的时候，20大的政治报告里面，习近平谈安全2个字谈了50次，谈斗争谈了17次。安全2个字频繁的出现在一份政治报告，习近平3.0。第3任期史无前例的第3任期，理论上面来讲，习近平应该是很开阔的，应该是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丰功伟业带大家去冲刺的。可是20大的政治报告很保守，就是安全呢为上。现在你大概懂，就是当这个世界非常动荡的时候，中国呢很努力的，就是巩固呢自己的安全。20大。习近平3.0的安全观，以及他所提出来的国家总体安全观，
在那个时刻我是看不懂的，我认为是很保守的。可是在这个时刻，当你发现全世界都在不确定、都在动荡当中，大家惶然不可终日的时候，中国的保守就变得特别有意义。所以2025年，我认为是中国习近平3.0的安全观，以及呢川普2.0所带来的美国必然的社会的暴力化，会成为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好，当然，至少美国内部会有极大的动荡了，好，因为它内部就刚刚介文吉介大使已经讲了嘛，它在内部当中呢，其实有许多的改革，近乎文革化的改革。那这件事情再给内部的那一个利益的重分配，影响就会非常大，这是可以来观察的。所以，川普要在他上任这个时候呢，还要号召群众一起来，就是 mega 大会这样子。其实他真的会让我想到一句话。用更大的民主，然后来解决内部争议。所以他的更大的民主就是群众叫到面前来吗？这个会不会变成台湾的参考？我就想到美国当下，因为川普身边有一个马斯克，马斯克是在为美国的茶党。美国的佩蛙在做革命输出的，他一天到晚都在做革命输出，希望发生在美国这么美好的事情，可以发生在德国，发生在英国，发生在法国，希望你们都跟我有一样的遭遇。他在做这件事情，可是美国社会少了一个像是鲁迅这种角色。鲁迅呢，在民国成立之后不久，鲁迅那句的名言值得今天美国人警惕。鲁迅说：“共和使人沉默。”当共和的时代到了之后，他发现他无言以对，因为这个共和并不是他想的那个样子。好，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欧洲。来，先谢谢魔子的董内哦，他说他认为董王呢其实就是标准的赌徒玩法，开口就喊最高价，然后 all in 之后呢就让你怕，你怕你就会让他让多少算多少哈。那 Dennis Time 谢谢你的董内哦，然后 Lee Lockman 谢谢你的董内，然后这个 Norman Ye 谢谢你的董内。好，不过我们这个 Killian 发他说介大使看美国内部要开始文革了呀。动乱的意思啊，好，等一下大家，其实你回看介大使，我觉得他讲的还蛮清楚明白的哈。这跟这个香龙所说的，就是暴力化的一个美国内部社会，其实是可以相互辉映的哈。当然是不同的，一个是高层结构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底层的那个骚动。文革的阶段就是先文斗，然后接下来就武斗。哎呀，好来，这个我们2025年可以再观察。